这架飞机是我特意挑选的。曾经她带着我丈夫的梦想，现在她带着我丈夫的遗体。1个月前，我的丈夫死在一场车祸中。1个月后，他参与设计的飞机 HN738首航。他说要和我们一起坐着这架飞机回家。现在只剩我和女儿带着冷冰冰的她回家安葬。我每天仍然工作，照顾孩子，但一闭眼睛，总能看到丈夫的笑脸。他的嘴角有好看的弧度，怀抱还是那么宽厚。每次我觉得他还在，想去拥抱他，才摸到他的手刺骨冰凉。我哭着醒来，小乖在旁边安睡，才想起梦中丈夫最后说：“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”女儿稚嫩的脸庞是我必须要保护的，为此我可以拼上性命，这是责任，也是承诺。然而我却差点连她都失去。那天一上飞机，女儿就闹着要喝果汁。排在前面的是头等舱的客人，一个浑身上下都是奢侈品 logo 的女人。我想让她帮忙喊一下空姐，却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。她正在手机里浏览孩子的照片，但那些孩子都只穿了背心短裤，排成一排。她的手指捏着照片，放大，放大，再放大。画面充斥着一双双孩子漆黑的眼睛，而她一双双眼睛来回斟酌挑选着，如同在选一款包。我看着不是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抱着女儿赶紧来到座位，安顿好小乖。我去找空姐要果汁，这时才想起我已经整整2天没怎么吃饭喝水了。飞机的乘客多了起来，我尽力坐位挤，却总被拦住。当我快到时，才看到那个满身 logo 的女人正蹲在女儿跟前。我的心一惊，快步过去，橙黄的果汁洒了女人一身。女人转过头，她硕大的手机屏幕显示着一张男孩的照片。照片里男孩看上去也是5岁，和我女儿差不多大，脸上泛起天真的笑容。只是男孩却让我感觉不舒服。这时我才发现他的眼睛浑浊而空洞。我搂住女儿，刚要开口请她离开，女人只是干笑了一声，转头走了。我看到她的脚似乎一浅一深，似乎有些奇怪。我蹲下问小乖：“这个阿姨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”女儿想了想，坚定地摇头。我松了一口气。这时女儿却天真地说：“阿姨夸我呢，说我的眼睛好看。”这句话让我想到了那一双浑浊而空洞的眼睛，顿时如坠冰窟，不寒而栗。我脑子里闪过了很多不好的念头，她的冷笑，她受伤的脚，以及她对女儿说的话，一定要离这个女人远一点。不过我也实在没有力气再去做什么，连日的劳累几乎击垮我。因为果汁全部洒了，女儿有些不高兴，瘪着嘴闹着要喝果汁。还好后排坐着一个热心的阿姨，她递给女儿一瓶未开封的果汁。我感激极了，连忙道谢。女人自称梅姐，我见她有些面熟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，只是心里多了一丝好感。幸好一路还有热心人相助。女儿喝完，乖巧地看着窗外，窗户蒙了一层雾气。小乖伸出稚嫩的手，在舷窗上画出3个人手牵手的简笔画，喊着：“这是爸爸，这个是妈妈。”我不禁心里一酸，该怎么告诉女儿爸爸已经永远去了另一个地方？很快，飞机起飞，小乖抱着果汁瓶沉沉睡去，而我也精疲力竭，喝掉了小乖剩下的半瓶果汁，眼皮打架，想着一觉醒来，飞机就会安全抵达目的地。那时我还不知道踏上的这趟航班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阴谋。一觉醒来，机舱一片昏暗，飞机还在空中。我看了看时间，睡了1个多小时。随后摸了摸旁边，女儿应该还在睡觉，我的耳畔还响着她均匀的呼吸声。突然一阵电流从我的身体穿过，几乎一瞬间险些尖叫出声。旁边的座位空了，我第一反应是女儿去了厕所，急忙起身去找，果然厕所显示正在使用。女儿5岁，我们有意培养她的独立，平时也常常独自去上厕所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却一阵阵翻江倒海般发毛。我这才回忆起来，那个座位实在是太空了。女儿的座位就算人不在了，毛毯、玩具也应该在，而那个座位就像没人坐过一样。厕所门开了，走出来一个小女孩，我如释重负，急忙蹲下。你是谁？女孩稚嫩的声音让我瞬间清醒。这时才看清，这个女孩根本不是小乖。小女孩受了惊吓，尖叫着跑开了。机舱上不少乘客对我投来怪异的眼神，但我没时间管。找遍了整个机舱的厕所，没有，全部都没有小乖的踪影。我回到座位上，问遍了左邻右座，他们有没有见到一个5岁的小女孩？有些人在睡觉，有些人在看电影，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摇头。接下来，真正恐怖的事情开始了。我到处寻找女儿，经济舱全都找遍了，一无所获。这是一架双层飞机，楼上全是头等舱的客人。我想到了那个满身奢侈品 logo 的女人，她肯定在上面。我不顾空姐的阻拦，径直冲上楼梯。眼前的场景和楼下拥挤的经济舱截然不同，头等舱的客人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，整个机舱竟不见人，因为他们都躲在私密性极强门帘之下。我轻声喊着小乖的名字，
完全没有反应。5岁正是孩子好奇心旺盛的时期，又想到那些拐卖儿童的新闻。还好，飞机是在36000米的高空，整个机舱是全密闭的，小乖再跑远也不会离开这架飞机。其他地方都找过了，现在只剩下这里了。思考中，一遍遍唤着小乖的名字，直到走廊尽头，一扇门帘终于打开了。我满怀期待跑过去，你有病吧，曹！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一个20出头的男孩站出来骂骂咧咧，手里还提着一个毛绒玩具。那款玩具我认的，是奢侈品出的联名款，一只要5000多。我强忍着失望，解释说我的孩子不见了。你孩子不见了，关我屁事！老子要睡觉知道吗？说完，他径直走了进去。机舱又一次恢复了死寂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我还是没有找到女儿，心急如焚。我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径直拉开这些妇人的门帘，一间间寻找。走廊里响起这些妇人愤怒的咆哮。空姐小跑着上来，让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。但不对，我始终没找到那个满身是奢侈品 logo 的女人。她去了哪里？整架飞机还有一个隐藏的头等舱，以奢华出名，票价逼近楼下的经济舱的20倍，只是坐短短几个小时飞机，花的钱足以买下一辆车。但对富人来说，这些只是购买身份象征的零钱而已。这间头等舱与外界完全隔离，必须要房间的客人刷卡才能进入。我笃定那个女人肯定在里面。我扑在门上，近乎疯狂地敲门。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，我现在只想要我的女儿。空姐们围着我，她们生怕得罪了这尊贵的 VIP 客人。在空姐惊恐的对话中，我得知她姓李，叫李你，是常年坐 VIP 舱出行的客人。推搡之际，门居然开了。这间奢华的头等舱面积竟有50-60平，里面不仅有沙发、床，甚至可以洗澡。可我根本来不及看这些，心里只是想着小乖。我在房间里搜了一圈又一圈，我甚至耳边都能听到她在喊妈妈。但每每推开门，里面都是空空如也。我来到李你的座位前，想问他有没有看到我的女儿。李你戴着墨镜，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，腿上盖了一张羊皮毛毯，显然不想搭理我。我问他有没有看到女儿，他却沉默不语。这时，空姐来了，身后跟着2个乘警，她面露难色，请我离开。我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转身走的时候，我听到她冷冷地对我说：“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做母亲。”不配的人会被收走资格的。随后他顿了顿，冷笑着补充道：“你就不配。”我愤怒地想要扑向他，然而我却被赶来的乘警架着离开了。乘警的手紧紧钳住我的胳膊，手臂被勒得通红，但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飞机在3万米的高空，机舱是密闭的。换而言之，我的女儿100%在这架飞机上，但各个舱位都找遍了，也没有看到她。除非孩子去到了货舱。每一架飞机都有一个装随机行李的货舱，可别说是一个5岁的孩子，就连成人，如果没有在飞机上工作的经验，也根本不可能找到货舱的入口。我想到丈夫生前是做飞机设计工作，会不会他跟女儿说了些什么？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哪怕可能性只有1/1000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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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
求必须要见到机长，只有机长有权利下命搜查货舱。程景脸色冰冷，并不搭话。我竭力将眼泪聚在眼眶内，不让它流下来，但我的声音一定听起来很苦涩。求求你，我只是想见一下机长。我的丈夫去世了，女儿是唯一的。说到这里，我再也说不下去，捂着脸，任凭眼泪流淌。程景脸色变了变，我看到他冰封的脸色露出了一抹动容之色。他点了点头，最终同意带我去见机长。那一刻，我以为自己看到了寻找女儿的希望，万万没想到，更大的疑云和绝望在前方等待着。每每回想起这一切，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头皮发麻。当时我见到了机长，我尽力让自己语调平稳，向机长申请能不能派人搜查一下货舱。女儿不见了，我真的很着急。机长思忖片刻，女士，您知道这不合规矩的。我的眼泪忍不住喷薄而出，双膝一软，几乎跪倒在机长面前。那是一个母亲的本能，此时所有的尊严、面子全被抛到脑后。机长看着我，无奈地点了点头。我的眼泪忍不住喷薄而出。绝望之际，希望之火又再次被点燃。机长挥了挥手，让程景带着我去后面的货舱。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，他根本不相信货舱里会有人。但我不管了，我只是想要找到女儿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空姐疾步走来，伏在机长的耳畔简单说着什么。他们讲话的内容我听不到，可我却看到旁边站着另一个空姐，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。那种眼神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那是打量一个病人，一个精神病人的眼神，同情、恐惧以及厌恶。机长听完空姐的话，脸色阴沉的几乎可以滴出水来。隔了几秒，他或许组织了一下措辞，才再次开口。机长问：“你最近有在服用什么药物吗？”
精神类的。我一怔，这和我找女儿有什么关系？但看着机长阴沉的脸，我必须得如实回答。我老公去世后，整夜的睡不着觉，医院给我开了一些镇定剂，我是按照医嘱在服用。说完，我看到机长和旁边的空姐互相对了对眼神。怎么了？我追问道。机长显然很为难，但他越这样，我越着急。我冲上去抓住他的胳膊，机长这才脱口而出：我们刚才和地面联系了，机场根本没有查到你女儿的登机记录。飞机上全程只有你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飞机上全程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？我被这个消息击溃，仓皇地翻着随时携带的小包，包里有我和女儿2个人的登机牌。然而包打开了，里面竟然只有我一个人的登机牌。哗啦，包被我倒过来，里面的硬币零碎撒得满地都是。我急忙蹲在地上寻找，却独独没有女儿的登机牌。我愣住了，心里升腾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周围空乘人员的眼神渐渐变冷，在他们心里，我从一个丢失孩子着急的母亲，变成了一个可能会威胁飞行安全的疯女人。我必须立刻证明女儿真的在飞机上，登机牌肯定在我女儿的书包里。我想到女儿平时有一个随时背的小书包，被我放在了行李架上。我快速跑回到座位前的行李架，打开的一瞬间，我的心就凉了，里面只有我的背包和行李。女儿的包不翼而飞了。行李架这么高，稍微矮一点的成人女性够起来都有困难，何况一个5岁的小女孩，她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能打开行李架。现在我已经可以断定是有人故意带走了小乖。我的女儿不是走丢了，而是有一个绑架犯，此时此刻正和我的女儿待在一起。这时空姐走了过来，她伸手将行李架扣上，随后将已经瘫软在地的我扶上了座椅。她的脸色很为难，语气较刚才温和了不少。她说：对不起，女士，刚才我们才收到地面的消息。您的孩子，我着急追问，找到了？他在哪里？他依然不说话。我看到空姐手上拿着一张纸，这里面一定是跟小乖相关的。我夺过这张纸，上面是小乖的脸，然而纸上却印着死亡报告4个字。空姐的话传了过来：对不起，您孩子是和您丈夫一起出车祸去世的。我脑海中无数画面涌入，突然后脑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当我再次醒来，已经被乘警摁在了座位上。他坐在本来应该属于女儿的座位上，我看着那个座位，心里涌起一阵难言的酸楚。乘警警告我，我涉嫌扰乱航空秩序，下机后要去警察局接受调查。我麻木地点头，随后他起身离开了。我后面热心的大姐梅姐凑了过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脸我总觉得很熟悉，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。突然，我想起，她就是最初上飞机给小乖喝果汁的人啊！我顿时充满希望，她肯定记得小乖。然而，我问她，她却摇了摇头，说这瓶果汁只是给我的，没有见到什么女儿。接着她开始絮絮叨叨，她说她很同情我，她也是母亲，懂得失去小孩的痛苦。她说着，我不禁泪如泉涌。丈夫去世后，不得不承认我的生活是一团乱麻。我整夜的睡不着觉，甚至最近必须靠喝酒才能睡着。我闭上眼睛，回忆起的画面都是我独自坐在客厅喝酒的样子。昏黄的台灯下，只有酒瓶和我，没有小乖。我开始相信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，我无法承受同时失去女儿和丈夫，所以脑子里一想出了还有女儿在陪伴我。想到这里，我掩面痛哭。梅姐心疼地给我递过来一瓶果汁，声音轻柔地劝我喝掉，糖分有助于保持情绪。我勉强喝下2口。此时飞机响起广播：各位乘客，还有40分钟，飞机将降落，请各位乘客收起小桌板和遮光板。我一怔，遮光板，好像想起什么似的，缓缓地将遮光板拉开。舷窗的玻璃因为呼出的热气结满了水珠，而正中央是一家3口的简笔画。这就是女儿曾经在上面画的一家3口的简笔画呀！我震惊着将手指放了上去，我的手指比女儿的画粗得多，这不可能是我画的。我没有疯，我的女儿就在飞机上。我环顾四周，飞机一共有130名乘客，加上空乘总计142个人。我的敌人就在躲藏在这142个人里面。首先，第一步，我必须找到最大的嫌疑人是谁。这个人一定露出过马脚，只是因为我太焦虑、太慌张而错过了。现在离飞机降落还有不到半个小时，我怎么才能在半个小时内找到凶手？我脑子乱成一片麻线，强迫自己坐在椅子上，深呼吸，冷静，冷静，为了孩子，冷静下来。第一步，我需要引蛇出洞。哐！我突然站了起来，直接往飞机的货舱口冲去。我知道这一举动会搅得飞机大乱。如果孩子在里面，那么真正的凶手一定会露出马脚。我现在必须要把这个人逼出来。丈夫生前，我曾经和他来看过这架飞机的模型机，当时丈夫带我去过货舱。虽然现在忘记具体的位置了，但大致的方位我还是记得。我知道这是莽撞的行动，我只有1-2分钟的时间，很快就会被赶来的空乘和乘警制服。
货舱有密码，铜制的数字齿轮有3排，转动起来有好听的哒哒声。只要密码正确，这个按钮就会变成一个仁慈的守卫，帮自己打开这扇货舱大门。现在我必须打开这扇密码锁。开锁的办法有2种，一个是一个个试验，3排密码也就是1000种组合，等全试完了，100%早就被发现了。还有一种是推理。我皱紧了眉头，这架飞机我丈夫是设计师，而这个密码有没有可能是1015，是我们女儿的生日？突然，吧嗒，左手一沉，大门开启。我正准备进去，一双手竟然卡住了货舱的门口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眼睛，竟然是梅姐。她说：“我是来帮你的。”说完，她掰开了门缝，一只脚垮了进来。你一直发疯，会把所有人都吓坏的。你这样，飞机肯定得迫降，你会被关起来，还要坐牢。她跟我分析着利害关系。我摇了摇头，她悲悯地看了我一眼，但我理解你，我可以帮你。你现在把我绑架了，这样他们就会害怕了。说完，门口响起了很大的敲门声。梅姐冲门外喊道：“啊，别进来，他要捅我！”我被梅姐的一通操作搞迷惑了，但我脑内闪出了一个答案：梅姐100%有猫腻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问：“你要怎么帮我？你明明知道我女儿还活着。”梅姐摇了摇头说：“哎，你真的是伤心过度了。你去看，我递给你的饮料瓶上明明还有口红印，怎么可能是小孩喝的？”她说完，递给我一个空瓶。我一怔，想起每一次喝了梅姐递来的果汁，我就昏睡了。这个果汁100%有安眠药。想到刚才又喝过她递过来的果汁，我突然呼吸急促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就在我目眩深夜之时，我竟然在梅姐的大衣兜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，一支印有 Snoopy 的笔，这是小乖专属随身携带的笔。这是为什么？她身上怎么可能有小乖的东西呢？就在这时，我终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梅姐。我喉咙发紧，仿佛被人攫住脖子，一寸一寸揪起来。沉重的闷响敲击在我的神经上，门外已经响起空姐和乘警敲门声，越发急促，如同倒计时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这个人贩子。梅姐转头看向我，刚才还一脸柔和，接着她的脸色渐渐暗沉下去，头顶上的灯在她的脸上切割出一道锐利的刀痕，半边脸隐匿其中。你要做什么？她声音有些轻蔑。我只是想找到我的女儿，我说道。门打开了，门外是愤怒的机长、空乘还有空姐。我看到他们脸上因为愤怒而变形的表情，但他们不敢靠近我，因为现在梅姐就在我的手上。我的左手因用力而青筋凸起，右手拿起了一个飞机上用的小型消防栓，摔破表面的玻璃后，有1-2块尖锐的玻璃残渣。或许这看着不恐怖，但我当时把玻璃残渣紧紧地贴近了梅姐的颈部，血还是从她的脖颈处微微渗了出来，一颗颗滚圆的血珠。机长非常愤怒地告诉我，因为我扰乱飞机安全。飞机现在即将迫降到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小城市的机场，到时候警察将会把我带走，只有15分钟的时间。如果我现在放下手里的玻璃残渣，他们可以保证不再威胁任何人的安全，他们可以确保我在飞机上的安全。我拉往梅姐后退，手却一直在抖，玻璃率先划破的是我的手，血从里面一滴滴渗了出来，滴在地上。我怀里的梅姐微微笑了，小声说：“你以为别人会相信你吗？你现在就是一个疯女人。”我摇了摇头，重复道：“我只是想要我的女儿而已。”听完梅姐笑了，说：“那你现在配合我，把我绑到飞机的内舱，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我是疯女人，而她是无辜的受害者。没关系，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活不过今天，但在死之前，我必须看到女儿。”我关上了飞机内舱的门，眼前这个女人真正的名字应该是童姐。我想每个做母亲的女人都应该看过她的照片。著名的人贩子童姐至今没有落网。我开始回忆刚上飞机，她递过来的那一杯饮料里有安眠药，就是看准了要让小乖睡着，然后把小乖带走。但即便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，这项工程也是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的。唯一的解释是飞机上还有帮凶。我想到了那份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。毫无疑问，这架飞机只有我一个人孤军奋战。还有15分钟，我必须找到小乖。一旦我失败了，这辈子或许我都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一阵头晕。童姐正坐在我旁边，我想扑向她，但我被绳子捆住了双手，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童姐坐在我的旁边。这是飞机的内舱，乘警里面也有我的人，你放心吧，他们不会来救你的。还有10分钟，飞机就要落地了，你还能干什么呢？我想到之前喝过童姐递过来的饮料，那里面镇定的药剂让我现在头疼欲裂，也知道我现在做什么也没有用，强打着精神低声吼道：“我女儿到底在哪里？”同时双手拼命在背后解着绳结，但没用，是死扣。别挣扎了，没用的，让你死前落个明白吧。手上这张卡就是去货舱的钥匙，你女儿就在里面。你放心，我会把她卖一个好人家。但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怎么认出我的？
我已经去做过整容了，从来没有人认出过我。我颤抖着说，因为我是一个妈妈，你可以改变鼻子的形状，内双的眼皮，但你没办法改变眼睛的轮廓，还有你眼睛里的寒光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孩子的女人都想扒了你的皮，你最好自己别有孩子，否则你闭嘴。童姐低吼一声，哐！我瞄准时机，吐了口唾沫，狠狠啐在她高级的羊毛外套上，她心疼得赶紧擦拭起来。我则趁其不备，迅速拿出当时藏在手心的一片碎玻璃渣。童姐懊恼地啐了一口，狠狠踹了我一脚。我则不动声色地割着手腕上的绳子，被划破的手指生疼，鲜血让我几乎抓不住玻璃，但我根本顾不上。我死死盯着这个女人手里拿着货舱的卡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我解开手上的绳子，一跃而起，把她手里的卡夺过来，手里攥着玻璃片，拿着尖对着她，带我去找小乖。我现在不怕死，也不怕拉你一起死。谁知道童姐居然一点都不紧张，不紧不慢地用纸巾擦拭着自己的羊毛大衣。我突然觉得不对劲，赶紧看了一下这张卡，果然我还是被这个女人玩弄了。卡的一角是被剪过的，显然是一张废弃的卡片。童姐轻轻笑了，说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，猴子是最讲次序的族群，什么东西都得猴王先吃，随后呢是猴王的妃嫔孩子，最后才是普通的猴子吃残羹冷炙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我忍不住骂了起来，童姐却自顾自接着说，这就是阶级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吧，出生那么平庸，人家看上你女儿的眼睛，想要买，出价多少你知道吗？算了，你一辈子都不会赚到这么多钱。童姐的一席话让我又一次想到登机时那个满身 logo 的女人。她蹲在地上对小乖说，你的眼睛好漂亮，原来居然是她。我们可能一开始就被盯上了。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把我们盯上了？我的手一直在流血，疼痛让我咬紧牙关。是的，你女儿可是从1000多个孩子里脱颖而出的。童姐瞥了我一眼，眼底尽是嘲讽。被汗湿透的衣服一点一点带走我的体温，彻骨的寒意从脚心一直蔓延到头皮。我想放声大喊，但连带我的嗓音都是颤抖着的。难道你就不怕报应吗？呵，那是下辈子的事了。这辈子老子有钱就够了。多亏了你啊，现在所有人都觉得这架飞机幸好有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十分警觉。等下飞机，你就会被认定为丈夫，孩子都死了，受了刺激，所以这儿出了点问题，绑架了我。或者你可以成为我，成为臭名昭著的童姐。童姐敲了敲太阳穴，我怎么可能成为你？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我大喊。童姐笑了，之前确实没想过，但现在我觉得未尝不可。只需要一场大火烧掉你的指纹。那我说你是谁，你不就是谁了吗？我咽了口唾沫，我知道他能做到。我缓缓靠着一旁的窗户，审视着我现在的处境。这一个半包围的死角，童姐挡住了唯一的去路，加上我失血的缘故，现在没什么力气，就算拿到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怎么办？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就在此时，我脑子里突然响起丈夫的声音，如同之前一样，丈夫和我躺在床上，他怀抱着我，柔声讲起我们的未来，讲起孩子，讲起这架飞机他的心血。突然，我停在了一句话上，距离飞机降落还有10分钟，这10分钟我还能做些什么？说实话，我也没有把握，只能殊死一搏了。你以为自己得逞了吗？我大叫一声。童姐说话戛然而止。我徒手敲破了飞机上的灭火器玻璃罩子，鲜血淌了一地，但我咬咬牙，抓起机用灭火器掷过来。飞机灭火器头部是金属，里面装满了液压的二氧化碳，从天而降，气势凶猛，砸中不死也要脱层皮。童姐没想到临到死，我竟然还没放弃，就连她这样的胆大者也被吓住了，呆立原地，形势万分危急。一阵猛烈的晃动从飞机传来，我知道飞机现在正在下降，但身受重伤，再加上飞机晃动不已，无力可使了。童姐逮住机会，抓住我，把我摔到了地上。我爬起来，连连往后退，童姐也跟着爬起来。她显然没想到我这么顽强，死到临头都不服输。她晃晃悠悠爬起来，手持着尖锐的玻璃碴，亦步亦趋向前走着。你他妈坏了我的好事，你知道吗？她自言自语起来。我今天坐这架飞机是为了和美国人做生意会晤，这笔生意做成了，可以至少赚1000万。你见过1000万是多少钱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1000万是他妈的多少小孩？童姐不搭理我，继续自言自语。其实他妈的，在登上这架飞机之前，我就收到通知，我其实已经被盯上很久了。中国警察在等着这座飞机落地进行搜查和盘查。我心中一震，只要能下飞机，能见到警察就可以了，向警察说明一切。还好我急中生智，当场弄了一出让你变成疯妈并且劫机的闹剧，到时候转移警察注意力，跟着其他人趁乱逃出即可。童姐脸上浮出一丝笑意，仿佛我已经是她的替死鬼，所以我只要逃过这一劫就安全了。
现在你发疯找女儿，已经成为一个女疯子，我只需要利用所有人认为你是疯子的现状，假扮是被你威胁用来跟外界沟通的无辜的人。他没有说后面的话，但我已经预料到了。我其实一直在一步步走向他设好的陷阱，杀掉我，制造成畏罪自杀的疯婆娘结局。不可能，一定还有机会的，一定还有机会。深夜，无人的机场，丈夫加班到深夜，检修这架飞机上的每个零件。他兴致勃勃把我带到飞机里面，给我展示一扇舱门。他说，如果你在飞机上遇到了炸弹客，你就躲在里面。飞机设备间的机舱门足以抵挡10级的冲击波。我笑丈夫傻，你以为演灾难片吗？还炸弹客。然而，现在这句话，这个舱门却成了我的救命稻草。我努力奔向飞机的设备间，在那里我要完成我的计划，冲进内舱内，利用飞机下降带来的自然力量，将童姐击垮。我往前飞奔，心里也没有数。刚才在和童姐谈话时，我已经悄悄松开了绑着我的绳子，虽然没有彻底松绑，但足够我自由活动。我在心中悄悄倒数：1、2、3、7。童姐以为我要逃跑，其实我是转身直接扑向她。因为惯性，童姐尖叫着摔倒在地。我死死地压在童姐身上，捂着满是血的手，费力地抬起右肘，把她击晕了过去。飞机终于降落了，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血污满地，看着旁边好像沉睡着的童姐那张美丽而邪恶的脸庞，忍不住眼泪直流。番外童姐被警察带走了，孩子真的被她藏在了货舱里。我看到小乖时，她正睡得香甜，浑然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。而我再次见到小乖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再醒来，已经是在医院了。我在医院的床上躺了整整半个月。在这次飞行，腿摔断了，胳膊也坏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把孩子暂时交给公婆。那段时间，在医院的花园里，总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我知道他是谁，却总是假装不认识。那天，我按照医生吩咐的例行遛弯，却和这个身影迎头撞上，是那个满身奢侈品 logo 的女人李米。我和她都很尴尬，最终还是我打破僵局。我问出心中的疑问：你到底是不是童姐背后的买家？李米一愣，其实那个孩子不是我的儿子，只是我一直在资助的一个儿童福利组织，里面全是失去眼睛的残疾小孩。我怔住了。李米继续说道：其实我一直都认得你。接着他说出了我丈夫的名字。原来李米是我丈夫的大学同学，剩下的话他没有多说。我却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不舍、眷恋，但那一刻我没有吃醋，反而是心疼。我一直很关注他的生活，得知他去世后，我赶紧买了那一班飞机。其实我也想过要责怪你，怪你没有照顾好他，但是算了，都过去了。我只是想来跟你道个歉，但害怕你多心，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说出口。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李米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笑着，阳光穿透的她的头发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丈夫大学毕业照上那个站在她旁边的女孩到底是谁？那时的李米打扮得还很稚嫩，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时髦，但笑起来的样子却依稀能看到过往。那一刻，夕阳落下，我仿佛终于从这一场噩梦中醒来，感觉到自己重新拥有了站起来面对生活的力量。全文完。